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接下来你们的人生当中会出现怎样的不可思议的转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那么第一组牌的话，首先我们抽到了一张权杖一啊。权杖一的话，我觉得你们接下来的某种人生转变，可能是源自于你们会收到一个合同，签订一份契约，或者说达成某种合作啊，就是某个人会来找到你们，或者说你们会主动的找到某个组织，为自己争取到这个机会啊。那么这很有可能会成为你们接下来的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和变盘点。权杖十的话呢，我觉得你们可能经历了长时间的一种压力吧，在背负着什么，默默的背负着什么。那么这张牌呢，其实它就显示你们接下来会放下你们身上的这种沉重的负担啊，轻装上阵。权杖侍卫的话，我觉得也是你们在默默的准备着什么，或者说酝酿着什么的感觉。而且这组牌的主题其实就是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啊，就是你们在默默的等待着某个机会到来，你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们，这个机会它迟早会到来的。所以说，在这个机会到来之前，你们是有预感的啊，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就你们接下来会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时刻，但是这个时刻可能会让你们的人生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和动荡。但是在这之前，你们还需要默默的沉淀和积累，还需要把自己蛰伏起来。所以抽到这组牌的人其实是有大的格局和野心的，在等待着那个一鸣惊人的机会。那么女祭司的话，我觉得接下来你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因为女祭司其实她是拥有一种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决心和勇气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彻底的独立啊，代表的是一种绝对的自信，或者说甚至有一种独断专行的感觉。就是能够顶住压力去做出一个决定和改变，甚至是就周围人可能都在反对你们，但是你们知道这个决定对你们来说是正确的，你们非常坚定的在按照自己的方法论去执行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完全认可自己创造的价值。那么在外人眼里，这可能是一种固执和倔强，但是你们很清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在做自己，你们在成为自己。你们在潜移默化的积累着某种改变和运势啊，在这之前可能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在这之后会一鸣惊人。这种优势在前期并不明显，是因为你们处在了一个很特殊的环境当中，让你们的优势没有被看到、被压制，你们的闪光点没有被挖掘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生的转折很有可能就是你们打算逃离某个环境，换一个环境，会涉及到一个新的领域和行业，能够瞬间匹配你们自身的特点，把你们的优势无限的放大。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这组牌啊，你们时来运转的关键就是你们很有可能会找到一个和你们自身能力相匹配的环境，能够瞬间放大你们自身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啊。如果你们感觉自己一直都是郁郁不得志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你们没有待在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里面。所以说这组牌，如果你们没有改变自己的如果你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们需要改变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啊。所以说这个权杖六呢，其实它就是有一种人生的呃，有一种在默默的等待着什么的一种感觉吧。并且呢，星币六这张牌其实有三颗星币是没有被点亮的，是埋藏在地下的，说明什么？就是你们可能在接下来会意外的发现自己在某件事情上面的天赋，这种天赋在之前一直都是被隐藏或者说压抑的，但是在接下来你们会因为某件事情而发现自身的这种隐藏的潜力和天赋啊。那么三颗被隐藏起来的星币，没有被点亮的星币啊，那么也意味着是你们接下来的这个能力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们这种被隐藏起来的财运，接下来会有一个很大的爆发。所以这组牌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之前一直的这种坚持和努力，在接下来会迎来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契机。那么星币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它代表的是一种专注啊，就是你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或者说可调度的资源去做一些你们一直想做
但是又没有做的事情啊。这张牌有一种大力出奇迹的感觉，就是你们只要能够足够的专注、足够的投入啊，就能够显化出你们想要的结果。而且当你们足够专注的投入到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可能在短期内会产生一个迅速的变化，量变到质变啊，这个过程可能会很艰辛，可能还会熬夜通宵的工作，但是最后的结果或者说给到你们的回报会超过你们的预期。那么圣杯二的话呢，它代表的是一种接下来的反转，可能源自于人际关系层面的，人际关系层面会有一个修复，就两个人的误会得到解除，破镜重圆。这个反转可能在于失而复得的人际关系，和某个人重新取得了联系。这张牌也暗示着有的人可能在接下来会遇到你们的正缘，尤其是当你们对于爱情逐渐绝望的时候，那个合适的人才会出现啊。命运的玄妙之处就在于其不可预知性，所以说请保持期待，保持相信吧。好，那这就是这组牌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的话呢，首先我们抽到的是一个恶魔牌啊。那么这个恶魔牌的话呢，实际上因为它是一个恶魔的正位，所以我觉得这代表的是某种世俗的愿望可能在近期会得到满足。因为恶魔的正位就代表的是欲望得到了满足，或者说某种现实层面的物质层面的馈赠。所以说接下来你们可能会得到一笔物质层面的奖励，能够拥有更多的资源。而第二张牌呢是星币侍卫啊，我觉得星币侍卫的话，结合第一张恶魔牌啊，就是说你们可能因为得到了某种现实层面的正向的反馈和结果，那么星币侍卫可能就是你们会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个计划能够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增长收入啊，就是人生会进入到一个上升期，而且星币侍卫可能就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误打误撞从而发现的一个这种机会啊，商机。那第三张牌节制啊，其实代表的是接下来的一种人生层面的反转，这种反转会发生在身份上面，就是你们人生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选择，从而带给你们身份的转变。所以说这种身份的转变也暗示着你们的命运会被改写，但这个身份的转变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你们一直都在筹备，在这个时间段中啊，量变产生了质变，然后这个转折点会突然到来。那么权杖女皇，我觉得这张牌其实是你们做的一件事情啊，会拿到一个确定性的结果，从而让你们拥有了某种筹码，或者说在某件事情上面拥有了更强的话语权。可能你们之前的观点、想法和意见是不被重视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在你们的一个预期当中，就是你们预测了一件事情的走向，从而让别人对你们刮目相看，进而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说在某件事情上，接下来可能是能够按照你们自己的意志去推进的。那么这张牌呢，其实也暗示着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成为一个项目当中的实际的领导者啊，还有人可能会从一个集体当中独立出来，自己成立一个项目。那么圣杯侍卫呢，我觉得这个侍卫手上的圣杯啊，就是你接下来的反转可能会和你们脑海当中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想法和决定有关。这个圣杯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很突然的决定啊，它会源自于你们收到的某个消息，或者说某种思维上的转变。那么死神牌呢，我觉得接下来一切事情可能即将来到，即将收尾，即将结束，即将被斩断，即将被切割。这意味的是消耗你们的，向你们不断索取的某种关系、某件事情即将结束，也可能是之前的某种负债、欠的人情、某个契约，或者说许下的承诺，在接下来你们会彻底的还清它。所以死神代表的一种死亡和结束，其实也意味的是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执念彻底的放下，心结被打开。尤其是当你们感觉到对现状不满，甚至是绝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们很有可能已经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了。所以说这张死神牌可能是你们正在下定决心把自己推向一个风险和回报都不可知的境地里边的时候，
你们的人生反而会迎来转机，就是你们内心当中隐隐约约感觉这件事情是你们必须要做的。那么这组牌它其实就暗示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会有新的曙光到来。所以说宝剑七的话，你们过去无意识积累的某种资源、某种工具、某种被废弃掉的工具，或者说很久没有使用过的知识、信息和渠道，在接下来会意外的派上用场，而这能够帮助你们解决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么逆位的这个星币七，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们接下来会从某个沉迷的事情里边清醒过来。之前你们深度的沉迷、深度的沉浸在某件事情里边，然后会在某个点突然的清醒过来，把自己抽离出来。这个会给你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变啊，就并不是说你们沉迷的这件事情对你们是有害的，而是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待。所以说你们之前沉迷的这件事情，在某种层面上给你们带来了成长和改变。当你们从中觉醒之后，你们内在的思维会发生某种变化，这可能会推动着你们去做出某种改变，而这种改变对你们的人生发展是有利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第三组牌第一张牌宝剑骑士啊，它代表的是之前停顿和阻塞的事情，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因为这张牌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事情的发展可能在短时间内超过你们的预期啊，会有一个加速。这张牌也暗示着可能接下来你们做某件事情会非常的有干劲啊，整个人行动力、执行力非常的强，想到什么就去做。这代表的是你们接下来的这种行动啊和改变会有一个红利期，就是做什么都得心应手的一种感觉。而我们抽到的这两张牌，一个是宝剑三，还有一个是权杖七啊。宝剑三这张牌呢，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可能内心深处一直以来都在逃避着什么，有一些不敢面对的东西啊，心结没有打开。那么权杖七其实就是与其说是克服了某种外部的阻力，更像是你们自身看清楚了阻碍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某种执念，或者说某种恐惧的解除啊。因为真正可怕的其实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源自于你们对某件事情的想象。你们的想象产生了恐惧，让你们在某件事情上面止足不前。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个转折或者说不可思议的变化，更像是你们找回了那种久违的勇气啊，敢于做出行动和改变。而且权杖七这张牌呢，其实是敢于去斗争啊，去对抗，敢于说不，敢于拒绝的一种勇气啊。就是说你们拒绝的频率越高，你们就越能够活出自我啊。其实人生当中有一多半的麻烦都是源自于自己答应的太快，但是又拒绝的太慢。那么这张高塔牌啊，两座高塔呈现出两种极端的能量，它代表的是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一些不易觉察到的变化，就是当你们感觉到事情的发展停滞的时候，其实在它的内部正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化学反应，就它要到了某个时间节点上面才会产生突变。所以说你们可能现在推进的某件事情，它已经来到了两座高塔的这样的一个中间位置，就是说事情来到了一个临界点和变盘点上面，只要轻轻往前一推，它就能够自行的运转。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啊，你们可能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上正在发生着某种不易觉察到的变化，尤其是当你们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啊。所以说高塔牌也意味的是你们内心当中的另一个自我的觉醒，另一种人格的觉醒啊。你们在人生的选择上可能因为这种觉醒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且高塔牌啊，它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感觉，就是说秘密的筹划着某件事情，你们可能近期会把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个事情带来的结果公布出来，它也暗示着你们正在秘密筹划的这件事情近期会有一个很大的进展。那么圣杯一的话呢，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信息的交换啊，就是说你们近期的反转可能源自于你们和某个人开启了某种对话，或者说意外的得到了某种信息，给到你们一些新的想法和启发，会加速你们推进一些事情啊，或者说事情会因为这些信息的到来而产生变化。那么权杖九的话呢，其实就是你们会在某种竞争或者说斗争当中胜出，在竞争当中拿到属于自己的机会，或者说拿到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这个机会啊，或者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们自己争取而得到的。那么宝剑一呢，其实就是
你们会提前准备一些事情，或者说因为提前知道了某种信息和结果而获得的一个先发的优势。宝剑一它代表的是你们提前知道的信息会对你们正在推进的事情有很大的帮助，而星币九这张牌其实也预示着你们接下来会得偿所愿，因为星币九它强调的是一种预期差，就是当你们对某件事情抱有很低的预期的时候，这个事情反而会给到你们惊喜和意料之外的回馈。它也在某种层面上预示着运势和命运的反转，就是你们在特定的事情上面放手一搏，反而能够逆转已经既定的事实。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